我专门替兄弟公司处理极端危险的高空作业任务，今年至少挣了300万。分红当天，他理直气壮拿走290万，只分给我10万。我捡起那笔钱离开公司，他以为我会一直给他打白工，殊不知我早已做好了离开的打算。当他因为没人干活，即将承担天价违约金，跪在我面前磕头求我之时，我只留下一句话：以后各走各的路吧。我在80层双子大厦更换弧形玻璃，换不好轻则漏风渗水，重则玻璃坠落，闹出人命。全国敢接这个活的不超过5个人，能在这种超高空保证交缝宽窄误差连半毫米都没有的人，只有我一个。我紧抓着绳索，缓缓降落在地面，周围的人都替我松了口气。回到兄弟的公司，今天正是我们约定好分红的日子。这一年我们少说赚了300万，当初说好55分，我能分到150万。父母的手术费，答应未婚妻的婚礼，我今天终于能实现了。这是10万。拿去！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愣着抬头看向把脚翘在办公桌上的兄弟。10万？阿海，不是说好55分红的吗？周成海突然嗤笑一声，拿起桌面上10万块扔在我的脚边。公司是我开的，设备是我买的，关系是我跑的，你就只出了力，给你10万，不错了。我看着眼前的人，心中那根名叫兄弟的弦绷紧断裂。当初他看中我的技术，拉着我合作说利益对半分，我信了他的话。这一年公司接的20多单高危活，全是同行不敢接的烂摊子，高层幕墙换玻璃，工业烟囱防腐检修，哪一单不是靠我一手毫米级的操控技术砍下来的？没有我，他这公司连开业3个月都撑不下去，更别说赚这300万。我笑了，蹲下来拿起脚边那一沓钱塞进口袋。行，很合理。周成海愣了愣，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傻，居然真的接受了，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别想太多，拿着钱回去好好歇2天。我没说话，只是转身离开。我把钱存进银行里，看着上面我用命换来的钱，心里一横。他不是说我全靠他吗？那我就单干。我拿出手机拨打销售电话，我将安全绳、吊板、真空吸盘的工具的准确要求全部说出。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，他干这行10几年，从没见过把装备参数抠得这么细的人，随即连声应下。周成海，你把我当傻子，让我给你打白工，我们的兄弟情到此结束了。离开银行后，我来到医院，推开病房门，父亲躺在靠窗的床上，脸色蜡黄，看见我却还是强撑着笑了笑。母亲坐在他旁边，看到我回来，语气里带着些担忧：怎么现在才来？怎么样，分红拿到手了吗？这个问题终究还是问了出来。母亲把手里的苹果放在我手里，我故意装作轻松，分了10万。10万？不是说好对半份吗？怎么才10万？今年行情不好，到处都在压价，到我手上也没多少。那也不应该。行了，该多少就多少。儿子记住，你是靠本事吃饭，甭管钱多少，不丢人。我没有继续回答，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和小何躺在床上，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。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事儿。小何见我不肯说，心里也猜出了个大概，从包里翻出一张银行卡，塞进我手心。这是我的积蓄，你先拿去给叔叔安排手术，婚期可以再等等。卡很轻，却压得我手抖。这个傻姑娘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攒了3年的钱全在这儿了。她抱着我安静睡过去，而我却毫无睡意。去年的庆功宴，周成海搂着我的肩膀说兄弟这辈子不分家。然而今年赚到钱，却跟我说我只是出了份力。我翻了个身，回想着今天父母的话和小何的支持，心中的决心更加坚定。第二天一早，销售打来电话说我的家计高空作业套装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等着我去拿。我听着激动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再叮嘱一遍：一定要保证安全，我必须要最好的。放心，安全用具嘛，当然要检查10分仔细。我二话不说，坐着车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拿货。我摸着桌面上的装备，心里激动不已。从此刻开始，我不用替任何人卖命。正准备签字拿走之时，突然间我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我迷糊了一会儿，看到屏幕上的周哥2个字，我莫名想笑。以前总觉得周成海是处一辈子的兄弟，他的电话我随时都会接，而现在一听像催命。昨天过得怎么样？那10万块怎么花？存着呗，还能怎么花？存着好，记得跟我好好干。行了，今晚我爸妈给我开一个庆功宴，带上你父母，咱哥俩好好聚聚。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的嘴脸，无非是今天赚大钱了，想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，顺便再拿我当他的背景板，突出他的成功。我刚想拒绝，心里却有了另外一个打算。好，我挂断电话，冷笑一声，他想拿我演戏，那我就陪他演，我倒要看看谁能演到最后。下午，我带着父母和小何来到周成海给的地址，不知何时，他已经从出租屋搬到本市最好的小区，150米大平层，
一进门就看到周成海在和几个亲戚朋友聚在沙发上喝着酒。看到我们，周成海立刻热情地迎接，可我却看到他的眼珠子不停地打量着我和父母身上的朴素穿着。刚说完，他搂着我的肩膀，向一旁穿着时髦的女人介绍：“丽丽，这是我兄弟跟在我后面打工的。”客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，我没有理会，带着父母坐好。饭桌上，他说着今年赚了几百万，最后把话题转移到我身上。阿志人老实能干，今年跟在我身后也享福不少。我今年特地给他分红10万。周成海的话引得众人欢呼起来，纷纷赞扬他有眼光有魄力。与此同时，周成海他爸拿着酒走到我身边：“阿志，我就说跟着小海吃不了亏，叔敬你一个。”我笑着回敬了他一杯酒。周成海见我没有多说两句话，以为我认命了，眼里闪过满满的得意。饭局结束后，他特地拉着我去阳台：“阿志啊，今天我接到10万的大单，400米高空幻灯，明天记得早点过来做准备。”我应了下来，可他不知道我们的兄弟情谊在这场饭局上早已断绝了，他的要求也注定石沉大海。从周成海家里出来，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外面下起了小雨，冷风夹着雨点打在我们脸上，冰冷刺骨。走在路上，我爸打着伞什么都没说，整个人黑着脸慢慢走着。我妈一直在唉声叹气，小何一直抓着我的手臂，担忧地看着我。我知道他们心里都因为饭局周成海一家对我的冷嘲热讽，心里憋着一肚子气。我颤抖地开口说道：“妈，小何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”我这一句话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平静。妈一听再也忍不住了：“你兄弟什么玩意儿？靠你赚了几个臭钱，有没有了不起的？”我爸也重重地叹了一声。平常他一口一个兄弟跟你叫着，现在居然这么明目张胆戳脊梁骨，这活咱们不替他干了。小何也抓着我的手，眼里满是替我打抱不平。阿志，大不了我找家里借点钱，咱们不受这气。我看着他们为我愤愤不平的样子，心里升起一股暖意，同时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。我抓住小何的手，转头看向爸妈，坚定地说：“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白白受这股气。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把今天的面子全都挣回来。”第二天，我拿着工具出门，不是去周成海的公司，是去城南劳务市场。干我们这行的，手艺在身上，到哪儿都能找着饭吃。我蹲在市场门口啃了个馒头，一个老板过来招人，说有个写字楼的玻璃幕墙要清洗，20层，缺个赶上的。我二话没说，跟着他走。站在20层的楼顶系安全绳的时候，旁边2个准备上工的工人看直了眼。他们光系绳检查就要花5分钟，更别说这种能扛住大风的专业结构，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几次。兄弟，你这手法老手啊！我笑了笑没说话，我顺着安全绳而下。下午4点半收工，我拿着老板给我的钱，第一次感受到劳动得到回报的喜悦。往常无论我做多少活，总被周成海拿走，只说保管着年底分红。我卸下安全绳，掏出手机一看，37个未接来电，全是周成海。我摘下手套给他拨回去，响了一声，那头就炸了。他的声音又急又冲：“人都在楼顶等了你1上午了，你赶紧给我过来！”我把安全绳卷好，搭在肩上，拧开一瓶矿泉水。没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没空，你自己上吧。没等周成海那头的回应，我立刻挂了电话。老板在远处朝我招手，说隔壁写字楼的外墙灯带要检修。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口袋，朝他走过去。在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周成海此时急得脸通红，上蹿下跳，吩咐所有人把我找回来。我再次回到城南劳务市场，余光里突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朝我冲了出来。周成海此时气急败坏地把西装袖子卷到胳膊肘，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，一把拽住我工装的领口。陈志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来干活？他的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，我低头看了看他拽着我领口的手，又抬起来看他的眼睛，笑着掰开他用力拽着我的手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他像是听到了全世界最离谱的话，转头朝周围笑了2声，又猛地转回来。他妈是我的员工，你问我为什么跟你走？你又没跟我签过劳动合同。我仿佛听见他说出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曾经他以我们之间交好为由，这些年没有跟我签过劳动合同，长久以来他早就忘了这回事。周成海的脸从红长到紫，他张了张嘴，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。这些年他拿交情当合同使，早就忘了还有这回事。但他完全不相信，一边挡着我的去路，一边打电话让人去把我的劳动合同拍出来。2分钟后，我亲眼看见他平日里那张傲慢到极致的脸变得比纸一样还白。周成海把电话打给了他的女友丽丽，丽丽得知消息后，立刻急忙的在公司里翻找出来，可把公司的每一个柜子都翻遍了，都没有找到关于我的任何劳动合同，根本找不到。我看见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
脸瞬间变得一片惨白，颤抖地指着我的胸口，却说不出任何一个字，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被抽掉灵魂的雕像。我得意地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，一直都以情义来把我捆绑在公司，以为我这辈子都是他公司里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员工。可那时候又有没有想过，现在这种场景，我推开他的手，拿着工具离开，干脆利落，没有任何停留，就像用一把锋利的刀当着他的面切掉我们之间早已腐烂的情谊。陈志，你别得意，一个臭打工的给我甩什么脸？离了我周成海，你明天就上街讨饭。身后他朝着我走的方向不停放狠话，这些话在我耳中却激不起我的任何心理波澜，我只觉得平静和放松，像是彻底卸下了一个压在我心里的沉重包袱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我从口袋里拿出父母的合照，看了又看，又笑着放回了口袋里。放心吧，爸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在周成海的公司里，躺在沙发上的丽丽看见周成海回来后，连忙上前迎接。然而周成海脸上冷得像一块冰，但心里的火却烧得他快要爆炸。怎么啦？一说起我的事，周成海心中的怒火如同炸药一样炸开，用力将手机摔在地上，手机屏幕瞬间摔得粉碎。别跟我提这个畜生！面对着前方空无一物，却像是我站在面前一样，将火气撒出来。他死活想不通，我凭什么敢背叛他？那10万块是他施舍给我的，一个吃他剩饭的人，居然有脸背叛自己的恩人。丽丽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连忙询问着现在我离开后那个单子怎么办？如果违约要赔500万违约金。周成海一听立刻冷静下来，他可是在我面前发出狠话，心里的一股气促使他必须证明给我看。随后一通电话命令所有工人都赶来公司。看着工人们围在他面前，他立刻命令工人去做400米高空的活，可没有任何一个工人愿意上前一步。见没有人敢接，周成海立刻加价，从原本的1万加到3万。即使如此，工人们依然无动于衷。就在他攥紧拳头质问有钱为什么不赚，工人们的一句话让周成海的脸一下黑了。我们怕有钱拿，没命花呀。不是钱的问题，太危险了，我们怕有钱拿，没命花呀。周成海的脸一下黑了，他看着面前这群人，一个个低着头不敢看他。刚才加到6万的时候，他们眼都没眨一下。周成海攥紧的拳头在发抖，指甲陷进肉里。废物，全他妈是一群废物！老子养你们吃饭，这点活不敢接。人群里有人抬起头，脸上带着十分的不耐烦。全行业除了陈志没人敢接，我们这点技术上去就是送死。对呀对呀，您找你好兄弟陈志来干嘛？周成海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猛撞了一下，他张了张嘴，脸上的黑色一层一层往上涨，长到脖子根。他猛地转身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垃圾桶。我他妈要是能让他过来，还用得叫你们都给我滚！工人们一哄而散，丽丽也看情况不对，跟着离开，只剩下周成海一个人站在原地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抬起头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突然回想起曾经我还在的时候的画面，同样危险的情况，被困扰的焦头烂额的他刚开口，我立刻站出来拍了拍他肩膀：“兄弟，我去。”周成海闭上眼睛，一拳砸在墙上。就在周成海因为没人敢接而焦头烂额之时，干完活的我看着手机里老板赚来的1万块，嘴角压都压不住，放弃跟周成海干，这条路走对了。我把钱转给了小何，将之前他给我的银行卡的钱都还给他。消息刚发出去，电话就响了。干嘛？我不要。给你就拿着。陈志，你好好工作就行，我的钱不着急还，我等你。我回味着小何说出的“我等你”3个字，胸口热了一下。这么多年，他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，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我。就算我被周成海蒙骗身处低谷，他也义无反顾，用自己的钱让我垫付父母的医药费。我带着笑意戴上安全帽，继续走向下一个工作地点。第二天，周成海仍然在家里无可奈何，即使把价码抬到20万，公司里的工人都没有一个敢接下。与此同时，电话响起，王老板的声音愤怒至极：“明天就是违约期了，我怎么还没看见你的人？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搞定。我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只要明天之前看到结果。”王老板挂了电话，周成海叹息一声，闭上眼睛，随后转过身走出卧室。看见周成海愁眉苦脸从卧室里出来，周母招呼着他过来吃饭。周成海坐在餐桌上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将这件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。周父一听，明天之前要是再找不到人去干活，就要付300万赔偿款，气得当场站起来打了周成海一巴掌。我怎么养了你这样一个废物？周父指着周成海，气得面红耳赤。身为一个公司老板，居然拿我一个小员工没有任何办法，而且没了我，居然连活都干不了，丢尽周家的脸。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赶紧想想办法。周母一句话让正处于愤怒的周父冷静下来，在房间来回走着，唉声叹气。既然你干不了，
就让陈志回来干。听这话，周成海的脸瞬间拧住了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和屈辱喷涌而出，让他亲自去求一个最开始10万块打发走的听话的狗。他活到现在，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丢人的事？他做不到，他不可能去做。不可能！求那个白眼狼回来，我周成海丢不起这个人。可天价违约金压在他们心里喘不过气。事到如今，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。见周成海拉不下脸，周母含着泪偷偷拨打我的电话。我抹去脸上的灰，刚从绳索上落地，一旁的工友就走过来，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说我的手机从刚才就一直在响着，震得他都看不下去了。我看了眼屏幕，是周母打过来的。我握着手机没吭声，电话那头的声音立刻变得着急和哀求。陈志啊，阿姨知道你受委屈了，都是陈海那个混账东西不好，但是明天就是违约期了，你回来帮帮他行不行？阿姨做主给你50万。不干。阿志，你和阿海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就这样看着你发小走投无路吗？是发小，所以只分我10万。是发小就在饭局上没把我当人看，是觉得我就该他当牛做马。我干不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说完，我把电话挂断。脑海中回想起小时候我们两小无猜之时，那时候我还以为会做一辈子兄弟，可在利益面前，再长的兄弟情谊也不过拿到手上的钱。看到我挂断电话，工友上前问我的熟人是不是出什么事，怎么我说着说着又挂断电话？我摇摇头，曾经是，现在不是了。我还没走出去2步，身后一声爆响，像天上炸了个雷。回头的一瞬间，200米外那栋商场大厦，一整面钢化玻璃炸了，碎片从半空中泼下来，然后像刀子一样往地上砸。瞬间，商场底下的人群慌忙逃窜，有人抱着头蹲在路边，有人拔腿就跑。我看见情况没有犹豫，立刻逆着人流而去。商场总经理已经冲出来了，脸白得跟纸一样，一边吼着让人拉警戒线，一边举着手机狂拨号码。高空作业的工人，马上找一个来，多少钱都行。电话那头不知道回了什么，他骂了一声，把电话挂了，攥着手机的手垂下来，眼珠子四处扫，像被困在笼子里的耗子。300米，谁能上？周围已经围满了闻讯赶来的工人，可所有人抬头看了一眼，300米高空摇摇欲坠的碎玻璃，都摇着头走了。这种悬空的自爆玻璃，一碰就可能整块坠落，风又大，别说拆了，靠近都有生命危险，没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。我上。总经理转过头，上下扫了我一眼。你能行吗？这可是300米，而且今天风也大。我干这行10年，比这还难的活我都干过。我没等他回话，带着工具箱转身就往楼里走。我拎着工具箱坐着电梯到顶楼，推开安全门，风一下子灌进来。我把安全绳在钢梁上绕了3圈，卡扣锁死，拽了2下，随后翻过护栏，脚踩上外墙，而后慢慢往下降，降到碎玻璃那层。我先拉出宽胶带，把玻璃表面封死，然后吸盘扣紧，割刀沿着窗框走一圈，密封胶应声断开，整片碎玻璃从框里卸下来，稳稳放进硬质金属桶。桶吊送下去后，我抬头看了眼上面，新玻璃已经掉下来了。我把吸盘换上去，室内兄弟伸手接住，我对准窗框往里一推，成功落槽，随后把密封胶条卡死，便往下离开。绳子放到底，脚踩上地面的那一刻，警戒线外面突然有人鼓掌，商场总经理挤开人群冲过来，一把攥住我的手，攥的指节都白了。兄弟，你这一手太快了，太稳了，我在这里干了20年，没见过这么利索的。小事一桩。跟在周成海这年，我还干过更高的楼层。我对着总经理点了点头，低头解卡扣，一只手突然搭上我肩膀，我回头看去，原来是经常找周成海公司办事的王老板。此刻他叼着烟，正站在我身后，眼神里尽是对我的欣赏。王老板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王老板经常委托周成海找人进行高难度的高空作业，每次他的单子都是我去处理，一来二去，我们彼此熟悉起来。你怎么不去帮周成海干活了？我轻飘飘解释着我们之间闹得不和。王老板听闻眉毛一挑，把烟头扔地上，声音忽然拔高了半截。他那边的活我给了好几天了，屁进展没有。原来把你赶了。他周成海算个什么东西？最难的活全是你顶上去的，这他妈不是白眼狼是什么？等他骂完，突然转头看我，带着商量的语气说他那边的单子周成海搞不定，让我过去解决他，价格好说。我笑了笑，回想起之前周成海还信誓旦旦叫嚣着没我不行，恐怕现在已经不知所措了吧。我重新拿起工具箱，朝着王老板点点头。我坐在王老板的车后面，车开了20分钟，拐进 CBD 一栋写字楼底下，跟着他往大堂走，却没料到迎面撞上周成海。他站在前台边上，看见王老板，他赶紧迎上来。话说到一半，他看见周成海的脸变了，是那层堆出来的笑，一瞬间碎干净。他的眼神扫到我手上的工具箱，然后他开口了：“你怎么才来？”
王老板脚步一停，他转过身往前迈了一步，正好挡在我和周成海中间。周成海，你搞清楚，陈志是我亲自请来的，不是你派来的。周成海脸上的表情僵了一瞬，那层讨好的笑又硬堆出来，却没有最开始那般自然。王哥，这怎么换人了呢？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而且离期限还有半天。你干得了吗？周成海的话被堵在嗓子眼里，王老板往前逼了一步。安成海，这单子不是你公司能糊弄的。400米大厦的航空避障灯，明天就是死线，到时候监管部门罚来，你替我受罚吗？耽误航线的命赔吗？周成海的脸色一寸一寸往下垮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不敢吭声。王老板已经转过身去，我跟王老板离开，背后周成海气愤，却拿我无可奈何的转过去，皮鞋底磕在大理石地面上，一声比一声重，越走越远。而我被王老板带到办公室里，他把茶推到我面前，自己往椅背上一靠，语气轻松地问我为什么他一直找周成海。我端起茶杯，摇了摇头，不是信他那公司，是信你。我认的是你的人，不是他这个没能力、没眼界的白眼狼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？我看了眼窗外，现在是正阳光明媚，时间还早得很。我先回家睡一觉，养足精神，天黑之前搞定。我回到家里躺下去的时候，小何在厨房里洗碗，他没问我任何问题。等我闭上眼，再次睁眼醒过来时，躺在我旁边的小何也睁开眼。我坐起来，床板响了一声，他开口关心地问我：“今晚要加班吗？”我嗯了一声，将王老板的嘱托说了出来。小何听到我即将上400米的高空之时，脸色瞬间变得惊慌，片刻他都没有说话，而是从背后抱住我：“注意安全。”好。他将我送到门口，向我告别。我拿着工具箱推开门，往王老板的大厦走去。大厦顶层，王老板正等着我到来，向我介绍着这次要干的任务。我一边听着，一边咽了口唾沫。400米我上过很多回，但每一次站上去之前，双腿都会发紧，不是怕，而是我的身体在提醒我，这高度容不下一次失误。我从工具箱拿出安全绳，在固定桩稳稳缠绕住，一遍又一遍确认安全性。这次任务容不得我半点马虎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周成海不知什么时候跟着我上到了顶层，紧紧盯着我的身影，攥着拳头指节咯咯响。我站在400米的高空之上，深吸一口气，又回到绑着安全绳的固定桩处，再检查一遍，同时查看我的工具箱有没有准备齐全。王老板的手电筒扫过来，停在我的身上，脸上满是对我的行为疑惑不解。你已经检查6次了，还没有准备好吗？不够，6次还不足以让我安心。父母年老体衰，父亲还有一种慢性病得治，他们只有我一个儿子，和我相处6年，一直在我后面默默支持的未婚妻小何在等我回家。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，这400米踩下去，脚底下踩的不是钢架，是一家子的顶梁柱。我要是出事，这根柱子就塌了。王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理解了我的苦衷。然而就在我这次检查完毕之时，我没有察觉到周成海居然跟在我后面上到了顶楼。周成海眼里盯着我的方向，透露着恶毒。陈志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要让你知道跟我作对的下场。他趁着我检查完成之后往身上扣安全绳之时，他偷摸着来到了我绑着安全绳的固定桩处，拿出口袋里的小刀往我的安全绳上割。看我把你绳子割断，让你从400米摔下去，给我滚去阎王那儿跟我作对吧！陈志，你真多事儿，买质量这么好的安全绳干嘛？周成海用小刀不停在我的安全绳上割，但发现安全绳质量好的离谱，根本割不断。他气得把小刀扔在一边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上手直接解开我的安全绳。突然手电筒的光亮照得他睁不开眼，我和拿着手电筒的王老板朝他走去。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在我安全绳附近干什么？在我检查6遍正准备动身之时，我突然觉得还是不靠谱，再带着王老板检查一次。没想到这一次真检查出问题，周成海居然出现在顶楼。见事情败露，周成海的手从绳结上滑下来，他往后退了半步。我只是来学习一下你怎么干活的。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，直接指着门口滚下去！聘请我的王老板也察觉到不对劲，越发觉得周成海想要对我安全绳动手。要是我在这里出事故，他也会受到影响。瞬间火气上来，拉着周成海把他赶了下去。别让我看见你！楼道门哐一声撞开，周成海被扫进去。他踉跄了2步，扶住墙才站稳。他愤怒的一拳砸在混凝土墙上。我在外面听到垃圾桶被踢翻了的声音，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再检查一遍安全绳过后，我正式准备开工。我翻过护栏往下看，城市的灯缩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光点，随后把工具箱和要更换的避障灯扣在绳子上。在王老板紧张的目光中，我整个人翻出玻璃幕墙，绳子放1寸，身体降1寸，降到灯座位置。我稳住身形，从工具箱里抽出扳手，旧灯座螺丝锈死了，扳手卡上去，使了3回劲才松动。拆下来，我把旧灯扣在身上，将新灯拿出来推上去，对好位后螺丝一颗一颗拧紧，避障灯亮起来，红光一下一下的。
我拽了拽，确保纹丝不动后收工，绳子放到底，脚踩上地面的那一刻，王老板已经站在底下等着了。他在下面看着就已经双腿发软，看到我下去，立刻上前一步迎接我。陈志啊，不管我看多少次，都觉得你是我们这儿是全国技术最好的了。他拿出手机举着，屏幕上是银行转账界面。我低头看了眼到账金额，脸上露出笑意。随后，王老板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卡，拍在我手心里。另外20万，单独给你的。我被王老板的慷慨吓到，连忙拒绝，把手往回缩。他却一把攥住我手腕，照顾好你爸妈，还有你那个等了6年的未婚妻。我接过卡，对王老板的善意表达出自己的感谢。谢谢。从大厦回到家里，周成海鞋都没换，径直走到沙发前，整个人往里面一躺，西装领带扯松了甩在地上。他仰头盯着天花板，明天就要付违约金了，300万。他心里估算着自己的存款，咬咬牙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不就是2年白干吗？公司已经好起来了，给我1年就能赚回来。丽丽，拿我钱过来。丽丽却没有回声。周成海感到奇怪，起身往卧室走，卧室里空无一人。他脑海警钟敲响，打开保险柜的一刻，他愣住，存折、现金、2块金条全没了。他惊慌地把衣柜拉开，丽丽的衣服一件不剩，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也空了，仿佛这里就没出现过他的痕迹。周成海猛地站起来，一拳砸在衣柜门上。严丽丽，你也是个白眼狼，给我滚滚！就在他发狂之时，手机突兀响了。他接起来，没说话。周总，有个300米换广告牌的活，加急，给你25万，你接不接？周成海握着手机，沉默了很久。接。周成海回想起之前站在大厦底下，仰着头看我在400米的高空上换灯、拧螺丝、收工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这他妈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站高点拧几个螺丝？那群工人一个个说的跟送命似的，全他妈是怂包。于是第2天一早来到劳务市场。周成海在人群里慢慢溜达，他的目光从一个一个面孔上扫过去，最后他停在一个年轻人面前。小伙子蹲在马路牙子上，手里攥着一张崭新的高空作业证，脚边放着一个破旧的工具袋。他抬头看了周成海一眼，而周成海仿佛抓到了什么好东西，立刻蹲下来，脸上堆起笑意。兄弟，想不想赚大钱？新人小北一听有活干，立刻站起来抓住周成海的手，而周成海把自己刚刚接下300米高空作业的活告诉给他听。小北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慌张的拒绝。我才刚拿的证，300米我没上过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不就上去装一个东西然后下来？300米和10米有什么区别？别往下看就完了。你敢上，我给你开1个月3万。小北的眼珠子动了一下，他低头沉默了很久后，坚定抬起头。我干。第2天一早，我攥着卡，兴奋地拉着父母前去医院。我把缴费单递进窗口，里面的小姑娘看了眼金额，又看了我一眼，20万，一次性缴清。父亲的病在今天终于有的治了。在手术室门口，我和母亲紧张地等着手术消息。1小时后，医生终于打开手术室的门，告诉我们手术很顺利。我在门外看着躺在手术台上还处于麻醉的父亲，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母亲拉着我的手流下了眼泪，我将母亲抱住，许久她叮嘱我：“你和小何也该有个像样的家了。”我点点头。离开医院后，租下了早已经看好了的3室1厅。小何站在门口的时候，脚在门垫上蹭了2下才迈进来。他一间一间走过去，手指从墙面上轻轻划过。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，脚步停了。他把水龙头又拧开，手指在台面上来来回回的摸，然后转过身，2只手湿漉漉的，一把捧住我的脸，嘴唇贴上来，很轻，碰了一下就松开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我点点头，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和满足感涌上心头。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靠自己双手一步一个脚印，创造自己的未来。我吃着小何给我做的午饭，拿着工具箱从新家里走出，门外的阳光照得我暖暖的。王老板今天让我去干的地方在城东一栋商业楼。我拎着工具走到大厦底下的时候，一辆熟悉的奔驰停在路边，车门哗啦一声拉开，周成海从副驾跳下来。他看见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双手插兜，带着嘲笑慢悠悠晃过来。哟，陈志，你就看着吧。300米的高空作业，没你我公司的人一样能干。我没说话，欠着王老板的300万压在他身上，他现在的轻松只是装的。我注意力只集中在他身后跟着一个工人，顶楼上。我看着周成海还没上来，上前一步靠近他。第1天上班。小北抬起头愣了一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算第2天了。我跟你说，老板给我开了3万的月薪。”话里话外都能听出他拿到高薪工资的欣喜，但是我紧皱着的眉头依然没有松开。等他说完，我指着离地面300米高的天空：“你才干1天，你就敢上300米，你不要命了？
就算他开3万，你也不能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小北抬起头，声音发虚，像是自己都不信自己说的话。只要注意安全，300米也没问题的。我盯着他，眼里尽是对后辈不自知的愤怒。这不是注意安全就能解决的事儿。广告牌吃风，一旦起风能给你拍墙上。干了10几年的老师傅都不敢直接接这种活儿，你第2天上班就敢接？小北的手攥着工具包袋子，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又猛地抬起头，眼眶红了。我爸跟人担保背了一身债，追债的天堵门口。我妈身体不好，家里就我一个人能挣钱。周哥给我3万，只要我能干好，家里情况就好起来了。他现在的状况就跟之前的我一样类似，但比我更加愚蠢无知。我正想继续劝说，他的眼睛突然变了，从委屈变成对我的疑惑。你不就是怕我抢你饭碗吗？月薪3万，你嫉妒了是吧？我站在原地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怒火。拼命，不是这么拼的。你要是从300米摔下去，你少咒我！周成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了，他往我和小北中间一站，肩膀撞了我一下。小北缩在他身后，低着头不看我。我看了小北一眼，言尽于此，我能做的已经都做了，随后转身离开。此刻缩成楼面上一个黑点的小北已经到达了安装广告牌的位置，他稳住身形，广告牌也顺着吊绳放下来，推上去对位后，他又成功将所有螺丝拧紧。完工之后，他总算松了口气。这不挺简单的吗？那个陈志吹得跟什么似的。就在他得意之时，突然起风，300米高空的气流像一堵墙撞过来，小北整个人往左边偏了一下，他本能的伸脚去蹬墙面想稳住，脚底踩在玻璃上滑了。这时候他连忙抓住吸盘的绳子，然而他发现忘记把吸盘吸在玻璃幕墙上，刹那间他的身体失去了支点，安全绳瞬间绷直，他整个人像钟摆一样往外荡出去，300米的高空荡到最远点，停了一瞬，然后往回摆。他撞上玻璃幕墙的那一刻，整面墙闷响了一声，玻璃没碎，但他的右腿被撞骨折了。小北的惨叫声从300米高空劈下来，地面上的人全抬头了。周成海脸上的笑意还没来得及收，就僵在那里。放手！放手！楼顶上的人也察觉到发生事故，立刻操作升降装置。绳子放到地面的时候，小北已经没声了，整个人缩成一团。周成海瞪着眼睛往小北的方向走2步，突然崩溃似的跪在地上。我看见事故发生，立刻冲了过去，在小北前面蹲下检查伤势，右腿已经彻底骨折。他睁着眼，整个人在发抖，抖得牙齿咯咯响。我愤怒地站起来，一把揪住周成海的领口，把他从小北身边拽开。你他妈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第2天上班的新人，你让他上300米，你让他拿命给你干活，他要是死在这儿，你就是杀人。周成海的脸一片惨白，周围的人围过来了。工地上的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，一个老师傅把烟头往地上一砸。我干这行20年了，300米的广告片我都不敢接，你让一个刚拿证的上去，这可他妈不是要人命吗？这他妈能谁人命呢？什么黑心老板在会哪？周成海嘴唇哆嗦着，我不知道会这样。陈志，我就是看你干着挺简单的，我以为这活儿不难，我真不知道会这样。救护车到了，将小北抬走，围观的人散了。有人走的时候往周成海脚边啐了一口，我也转身离开。等所有人离开后，周成海双眼失神地倒在地上，昏死过去。晚上，周成海家里，周成海失魂落魄地跌进来，后背贴着门板，整个人顺着门往下滑，坐在地上。窗外的路灯光从窗帘缝隙里切进来，落在他脸上，照亮了他此刻的脸。小北的那声惨叫，那条骨折的腿，那滩在地上晕开的血，不停地在他脑子里闪过。他把脸埋进手掌里，手指插进头发攥紧。突然手机亮了，他拿起来看着手机上的那条短信，屏幕的光刺得他眯起眼睛。工伤，赔偿金100万。周成海盯着那行数字，手机从手里滑下去，摔在地板上。而后他想到了什么，立刻捡起来，翻通讯录，往下滑，停在一个名字上。老同学，有事儿尽管开口。喂，程海。老同学，我这边出了点事儿，借我100万。哎，你谁呀？打错了吧？上次吃饭你说。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电话突然挂断。周成海握着手机，愣在原地，然后猛地站起来。
一脚踹在茶几上，茶几撞上墙，上面的东西全飞出去。操吧，全他妈是孙子！他妈的，吃饭的时候称兄道弟，出事的一个装不认识。茶几翻倒在地上，他站在客厅中间，又把攥在手里的手机扔在地上。客厅的灯被打开，周父周母从卧室里出来。你这孩子干嘛呢？周成海低下头，话几乎是从他的牙缝里出来。我找了个新人上300米，出事了，工伤赔偿100万，加上这次和之前的违约金，总共要赔600万。客厅顿时安静，周母整个人软下去，两眼一翻昏了过去。周父把他扶到沙发上，转过身，指着跪在茶几旁边，头低着在父母面前认罪的周成海怒骂：几天前还好好的公司，现在赔进去400万！你赶陈志走的时候想过今天吗？啊！你把人家当傻子当眼狼，到来你才是那个傻子！我老周怎么生出来这个废物？周母靠在沙发上，声音虚得像一根快要断掉的线。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600万把我们全搭上也凑不够。周父在客厅里来回走，拖鞋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响，走了4、5圈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想到我最近跟王老板走得很近，让周成海去找我借钱。周成海的嘴张开了，周父没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我知道你觉得丢人，但你那些吃饭拍肩膀的兄弟，有一个愿意借你钱的吗？你和陈志是发小，好声好气，求他或许肯借给你。周成海跪在地上，他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深夜，小何躺在我臂弯里，呼吸均匀。我也闭着眼，正准备睡下去时，手机突然震了，床头柜上屏幕亮起来，嗡嗡的震动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我伸手摸过手机，屏幕上的名字让我愣了一瞬，竟然是周成海。周成海的声音从听筒里露出来，语气没有往日的那股高傲自大。兄弟，我错了，合同的事，饭局的事，分红只给你10万的事，全是我的错，我不是人，我猪狗不如。我能想象到周成海此时正跪在地上，含着泪扇自己巴掌。随后他说出了自己打电话的原因：我承担不起违约金，就算把能借的全借了也凑不够，你借我点行不行？小何睁开眼了，他没说话，静静地看着我。他现在跟我谈交情，可他拿我当过兄弟吗？10万块把我当狗打发走，饭局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就是跟他后面干活的。现在他跟我说他错了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这1年下来，你公司的哪一个危险的活不是我顶上去的？我用命给你赚钱，到头来你有跟我讲过兄弟情吗？周成海，我们之间的情分早就被你亲手斩断了。电话被我挂断了，我握着手机站在窗边，月光落在地板上，冷得像一层霜。小何来到我身边，从身后将我抱住。是周成海。我点点头，他从我手里把手机抽走，屏幕还亮着。他点开通话记录，然后直接把周成海的电话拉进了黑名单，手机重新塞回我手里。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这种人性格如此，怎么也不会改。他说的对，20多年的兄弟情，周成海为了钱说扔就扔，现在道歉不过是走投无路罢了。这种人自私到骨子里，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全是自己作的。我不想了。从这一刻起，周成海这个人从我世界里彻底切除。我转过身，握住小何的手，我们结婚吧。他扭过头，惊讶地看着我，似乎被我突如其来的话吓到了。随后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攥得很紧。你知道吗？我等这句话等了你6年。随后他紧紧抱着我，我看着怀里的人，笑着轻轻抚摸他的后背。第2天，我换好衣服，打算去给小何买求婚戒指。商场1楼的金店里，柜台的灯光打得戒指亮闪闪的。我一排一排看过去，最后指着一款金戒指，柜姐拿出来递给我。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，我满意的合上戒指盒放在口袋里。隔壁商场的快餐店里，我坐下来点了碗面。等面的功夫，我听见隔壁桌唉声叹气的话语。隔壁桌几个穿着工装的男人围在一起吃饭，一个年纪大点的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，1万的活到咱们手上就3000，咱们拿命换的钱全让坐办公室的吃了。能怎么办？不接就没活。哎，我坐在邻桌愣了一下，刚拿起的筷子停在半空。我在周成海公司干的时候，中间人拿多少，到周成海手里剩多少，最后分给我多少，每一层我都清楚。有多少跟周成海一样的人，连安全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却拿走了一大半的钱，留给真正出力的工人只有那么一点。我把筷子放下了，心里做出一个决定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跟父母和小何说出我一路过来的想法。我想自己开个公司。你想好了？听着我大胆的话，他们愣住了。我向他们解释我今天看到的事情，听见干我们这行的人被老板中介抽成严重，1万抽到3000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我打算和王老板争取一下投资，再加上我存着的30万，足够开公司买设备。在周成海工作这1年，我也懂得怎么运转。父母互相对视一眼，慎重的朝我点点头。小何走上前，握住我的手。结婚不急，你先把事业做起来。第2天一早，
我推开王老板办公室的门，王老板坐在茶台后面，手里端着紫砂壶，抬眼看了我一下。坐。我把计划书放在茶台上，把我准备好的内容全都展示给王老板看。王老板目光从纸面上慢慢扫过去，随后往椅背上一靠。我一直在等你开口。他突然大笑起来，站起来握住我的手。你技术好，人我也信得过。其实我一直想让你离开周成海自己单干，但我知道你重兄弟情，这话一直没提。现在周成海自己作死，我总算能名正言顺支持你了。王老板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张支票，把支票转了个方向，正对着我。赚了你给我分红，赔了算我的。我颤抖地拿着支票，深深向王老板鞠了一躬。出来后，我立刻掏出手机，翻到老赵的号码。他以前在周成海公司干过几年，后来因为受不了周成海的气，吵一架走了。我拨过去，电话那头传出爽朗的声音。我跟他说明我开了家公司，让他来当安全员。他二话不说答应下来，同时拍胸口担保，他也给我找一个信得过的技术负责人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，抬头看了一眼天，云正散开，阳光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脸上洋溢着希望的笑容，迈开步子往前走。几天后，工商注册成功的短信发到我的手机里，屏幕上公司名字后面跟着已核准3个字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内心激动地把手机揣回兜里，然后往快餐店走去。快餐店里还是那几个穿工装的师傅围在木桌上吃饭。我把招聘启事拍在桌上，老刘的目光从纸上扫过去。你要招人？对，我们公司1-9分，我依你9。多少？他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我们拿90%。激动的双手抓住我的肩膀，在我脸上来来回回的扫。当真？是真的。我笑着将老刘的手放下来，旁边几个工人也放下了筷子，慌张地看着我。突然有人认出我来，连忙指着我说：“前几天商场那面炸的玻璃，他一个人上去就换了。我也是从这根绳子上爬过来的，钱是怎么被一层一层抽没的，我比你们清楚。出力的人不该拿的比坐办公室的还少。”老刘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抬起头：“我跟你干。”老刘一说，周围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跟着我干。一瞬间，整个快餐店的工人都一脸坚定地看着我。突然，王老板电话打过来，告诉我前去聚餐。饭局设在翠华楼，王老板坐主位，我坐他旁边。圆桌上一圈凉菜，对面3个老板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，见人都到齐。王老板把酒杯往桌上一顿：“老李啊，你不是一直问帮我搞定那航空避障灯的人才是谁吗？我给你带来了。”李老板靠在椅背上打量了我一眼，随后慢慢笑了起来，眼里尽是对我的欣赏。我听老王说你开了一家高空作业公司。是的，小伙子，老王的眼光我信。活儿干漂亮了，以后我的单子全是你的。有了李老板的开场，在座的其他人也纷纷将他们楼栋需要处理的活交给我，换广告牌、清理玻璃幕墙等等，我全都接下。王老板在旁边喝着茶，笑得嘴角压都压不住。我低头往手机上记，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。饭局散了，王老板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，拍了拍我肩膀，拉开车门走了。我站在翠华楼门口，掏出手机，根据之前招的工人的能力分配好这一周的日历。我笑了一下，把手机揣回裤兜里。路灯亮着，把前面的路照得明晃晃的。我迈开步子往前走，公司开始运转起来了。晚上，我和小何靠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电视里在播晚间新闻。我正低头看手机上的订单，小何突然抓住我的胳膊，屏幕上播报着小北出事故那天的画面。记者的声音从电视里传出来：因违规操作导致严重安全事故，1名员工一条腿骨折，该公司现因负债累累，无法偿还债务被查封。法院的封条贴在一间办公室门口，红印盖在封条上。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画面边缘冲进来，双手扒在门框上。周成海的头发乱成一团，西装皱巴巴的，眼眶通红。我的公司，这是我一手干起来的公司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周成海被赶了出来，回到了他家的客厅，家里空荡荡的。周母坐在木椅上，脸上全是泪痕。周父站在窗前背对着他。公司封了，车卖了20万，房子挂网上了。明天评估公司来人看房。周母的哭声从沙发上传出来，周父始终没回头，肩膀却在抖。周成海蹲下去，双手插进头发里，声音闷在膝盖之间。什么都没了。几个月过去，账上的数字跳到了100万。我把存折放在茶几上，父亲拿起来，眯着眼数了好几遍，然后递给母亲。母亲没有数，只是用手摩挲着存折的封面，眼眶红了。小何坐在我旁边，握住了我的手。我想去你公司看看。公司的门面不大，招牌是新的，门口挂着安全绳的样品和一排安全帽。进去之后，他每间办公室都要探头看一眼。从财务室走到茶水间，老刘正好从茶水间出来，看见小何脚步一顿。哟，这是我未婚妻，不过再过几天就结婚了。老刘咧开嘴，老板娘好，你老公现在可有出息了，
你可要好好看好他呀。最后，我带他去公司的安全工器具室，面前几个工人在做出工前的装备检查。老赵蹲在地上，拽着一根绳子的接头。他看见我站起来和我打招呼。新进的这批绳子我全过了，没问题。你查过的我放心，但规矩不能坏。他点点头，转身去查下一条。小何站在开着的窗边，风把他的碎发吹起来，阳光照在他脸上。他眯着眼，和我一起享受这一切。就在小何出来时，我突然拉住了他，在他面前站定。他抬起头看我，眼睛眯着。怎么了？我把手伸进口袋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戒指盒。我单膝跪下去，小何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，欣喜地看着我。小何，这6年里一直支持我，对我不离不弃。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，有了能给你一个家的底气。现在我想正式给你一个名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的眼泪掉下来了。我愿意。随后伸出手，手指在发抖。我把戒指戴在他的无名指上，他把手举到阳光下，转来转去的看。婚礼定在1周后，我将公司的所有员工和熟悉的老板都请了过来。老刘喝多了，端着酒杯站起来，脸红到脖子根。陈总，我老刘嘴笨不会说话，就说一句：好人有好报，你俩肯定能白头偕老，日子也越过越红火。来，干了！他一仰头，整杯灌下去。其他人也纷纷站起身，朝我敬酒。我回敬他们一杯。突然有人拍了拍我肩膀，王老板转头看向门口，外面有人。我转过头，打开的门外，一个人影站在那里，衣服皱巴巴的，脸上的胡茬没刮干净，是周成海。他没有进来，就只是呆愣地站在原地不动。我走向走廊，走廊里很安静。周成海抬起头，眼神在我脸上停了一下，又移开了。陈志，新婚快乐。他的声音像是带着数不清的疲惫，不像从前在饭局上拍桌子骂人的那个嗓门。他抬起手，用手背蹭了一下鼻子。走廊的日光灯照在他头顶，头发里夹着好些白丝。我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叹了口气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新婚红包，塞进他手里。他低头看着红包上烫金的刀子，突然间眼里涌上泪水，一动不动。谢谢，拿着，回去好好过日子。他攥着红包，转过身，顺着走廊往电梯走。我目送他离开，他走得很慢。等电梯门打开，他走进去，门关上的时候，也始终没有回头。我推门回到大厅，小何靠过来，下巴搁在我肩膀上。是周成海吧？他走了。走了。你看到他有什么感觉？我有什么感觉？我回头看着那扇玻璃门，回忆起刚才他送我祝福的场面，心里没有太多波澜。快乐，没什么感觉。我跟他早就是陌生人了。小何没说话，只是牵着我的手，和我十指相连。1年后，独栋别墅的钥匙交到父母手上的那天，阳光很好，2层小楼，门前带个院子，院墙刷了米白色的漆。母亲站在门口，激动的手在门框上来回摸，摸了半天没进去。妈，进去看看。他一间一间走，不停的到处抚摸着。父亲走到院子里停住了，院子不大，墙角砌了个花池，还没种东西。他蹲下去，手捏了一把土，在掌心里搓了搓。这片花园种月季吧，你妈妈喜欢月季。母亲站在落地窗前面，转过身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儿子有出息啊！我把车钥匙在手里转了一圈，车停在别墅外面。我走过去，小何从副驾探出头来，墨镜推到额头上，朝我招手。陈志，快点儿！我拉开车门坐进去，把方向盘握在手里。车子开出去，窗外的街景往后倒，路两边的梧桐树刚抽新叶，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，一块一块的光斑落在挡风玻璃上。小何把车窗摇下来，风吹得他的头发全往后飞。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睛亮亮的。陈志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坐在你电动车后座的时候，你说你会带我坐上更好的车，一直相信着。现在我终于看到了。我笑了，车慢慢开向大路，视野变得开阔，就像我的人生，未来一片坦荡。